哎，大家伙儿早喽！5月30号星期五了，是不是这周末多歇一天？端午的假期是不是？今天早上起来，我录了个拿手机创建课表的录屏的过程，一会儿咱们放一放。怎么样？看我这空间还不错哈，新布置的。今天要发的会员节目就是在这儿录的了。虽然已经建立好了，但是我们还是带着大家再来一遍。跑步这儿的名字可以随便你自己知道就行。先生，湖州，简介可填可不填，我们直接添加动作。因为我是从家跑到大阪城，然后再开始，所以呢，这个热身呢，时间和距离都不太合适。一般这种热身我就愿意做成自由模式，然后强度类型呢，我也不设置。你这样设置的时候，它其实就跟普通的跑步一样，手表也不会提醒你快了、慢了什么的，也没有时间。那什么时候热身结束呢？摁手表的计圈键，这个无论是高驰还是佳明，应该都是这样的。然后我们看这课表，课表是1200、400、800、1600，然后再来一遍1200、400、800、1600，然后1200和400之间间隔90秒，400和800之间间隔60秒，800和1600之间间隔90秒，之后90秒和下一组之间间隔2分钟。所以呢，我们就添加一个间歇。这个间歇呢，我们变成2次，然后在每一次里，你看我第一步是训练，我们的目标是距离，然后值是我们就可以改成1.2公里，这就是我们的第一个1200米。然后强度类型，我一般强度类型习惯按配速。然后我们看范伟，大学先生分享这个课表，他们最快这一组的1200米的配速是3分15，我应该是跑不到在这个训练里，但是我会把配速上限设成3分15。之后呢，配速的下限我设置成我的目标的马拉松配速。这个地方高驰这个软件跟大家提个醒啊，你要先动这边，因为你要先动这边，比方说你弄到比左边还快的时间的时候，左边就被重置了。这是我摸索出来的，这样比较快，3分15到3分45。然后我们保存，然后这个恢复呢是1分半，90秒。所有强度类型都不设置，时间是1分30秒保存。这样我们就做好了第一个。那下边怎么做比较快呢？我们一滑复制，再一滑复制，再一滑复制，这是4个训练。然后四个休息，一滑复制，一滑复制，一滑复制。之后呢，我们先拖一下，长按拖过来，然后长按拖过来，再长按，再拖过来，然后我们再修改时间。第二个应该是400米了，那我们这距离改成米，然后弄成400，其实你弄成0.4公里也没事儿，是一样的。400米，他们400米的配速是305，那我也会把我的上限设成305。那同样呢，这边的下限我就给设成335，差不多就这样，保存。然后400米之后的间隔是60秒，那我们这儿调整一下。然后下一个的训练是800米，我这边改成0.8公里或者800米都 OK， 配速也要改一下。他们800米是310，上限我就改成310，然后这边的下限改成340。我之所以把下限改的比较宽，不是为了让自己有余地，而是说你自己训练的时候，其实手表告诉你快了慢了，有的时候会影响你的那个当时的心态。然后他们800米之后休息90秒，那这就不用改了。然后最后一个，这个变成1.6公里，然后他们相应的配速是320，那我们就改成320，然后这边改成350。然后最后的这个休息他们是2分钟，那我们就设置一下，给它设置成2分钟，这样就结束了。你看我整个这个区域重复2次，1200、400、
800、1600，中间的休息1分半、1分、1分半、2分，然后最后呢，我再添加一个放松。放松呢，我就也不设目标，所有目标都不设，保存。这就是我后边用来凑距离，然后用来跑回家各种的，然后我们就可以直接在这儿保存，因为我之前已经设过一个了，我就不存了。再带大家过一遍自由模式，从自由模式的热身到训练这儿是摁记圈的，之后就不用摁了，都是它自动的。然后最后你停表，这就是创建一个整个训练的过程。就无论是高驰、佳明还是宋拓，还是一些网页的工具，基本上都差不多。我就早上起来这么一弄，然后咱们就继续回早训练。为什么会想跑这个呢？就跟这课表的那个说明一样。昨天大科员先生在湖州跟当地的长跑队他的朋友一起跑这个课表。其实课表这东西也不那么重要，你看大多数都是最后万变不离其宗，就是你有一定的快跑，有一定的间歇。像这个课表你仔细一看，我整个的快跑的距离大概是8公里，差不多也就是这样。一般我们跑强度课5公里到12公里就快跑的距离，或者你按时间都行，然后中间你就这么变化着来吧。你说这个课是1200、400、800、1600，还是说是1600、800、400的，不是那么重要，这些东西没有那么神秘，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早上起来没事坐那儿，我建了一个课表，然后就出门了。那下面我们就开始，你看我把我课表发到今天的日程以后，我点跑步，就会问我是不是开启今天的训练，直接就开启，然后它就先是让你能看一下这训练，然后就搜星连接各种设备。但是今天穿了这件很角色，又上场了，哈哈，很有仪式感。裤子是这件北京菲比特这个，也搜好星，连上心率带。现在后边这 POD 还没出，就不管是佳明还是高驰，配这种课表在手机上都是点就行了。给大家的建议就是，如果你是一帮人一起，像我们周3这种休息间隔，就不像我今天这样选好具体的时间，就也是自由模式，摁记圈键再开始，因为你不可能大家都在同一个秒上完成训练，对不对？今天还是腰上带了 POD。最近看佳明那个步速损失还是那个速度损失那个数据，我觉得未来应该都会能做到 POD 上，就不一定就是未来都能依赖心率带。非常期待评测那个数据。POD 也连上了，那我们就准备开始吧。总看我在这儿结束，我没看我在这儿开始呢。还这边很多小的街道都挺有生活气息的。对，看看这个，你看这边扔这种大垃圾是要自己付钱的，看没？扔一个这样的沙发要付700日元，这个柜子400日元，这柜子看着还挺好的。就如果你不事先去邮局或者就专门地方买那个票贴上去，人家是不收的，而且还给你贴一个叫什么不法投器。这边就是起伏大，我从家去大阪城一路上坡，从大阪城回来一路下坡。现在我这个坡就是和大阪马拉松那32公里的大坡平行的一条路，所以坡度差不多。但是这边这条路坡稍微缓一点点，因为这边的坡顶比那边稍微低一点。看看早晨现在5点1刻左右，大阪的街道。有时候训练这事儿就是自己变花样，这样的话呢，就时间过得快一些。现在好多小伙伴说，自己一个人跑课表跑训练顶不下来，或者自己一个人跑步顶不下来，跑不了多长时间。我也这样，你让我如果什么计划都没有，就
默认那样起表，然后跑个30公里、35公里，我估计我也特别煎熬。所以你看，跑长距离我弄那个渐加速，每5公里一个分段，然后手表提示着我，这样感觉时间就过得比较快。心理因素。到前面这红绿灯，就是那边那个还有10公里的那个地儿，那个坡顶平行的地方。刚开始在大阪跑步的时候是很不适应的，因为北京没有这种出去就是平路。但是适应过后，你说你是变强了呢，还是还一样呢？我觉得应该是在某些程度上变强了。行，一会儿咱们训练的时候再聊。我们来到大阪城，差不多快要3公里。3公里的时候，我们开始第一组，到时候就直接按一下手表的机圈键。应该大多数品牌的手表都是一个逻辑，包括 Apple Watch 上第三方软件。基本上也是这个逻辑，天都没亮，而且今天又有雨，已经开始有点钓鱼点了。这一天天气不错，又凉爽下来了。反而现在是北京比大阪热。好，我们在转盘那绕一圈。你看，清扫完毕又放上水了。这种训练之前的感觉，就是强度课之前的感觉，就每次都不一样。有的时候是期待，有的时候是紧张，有的时候是担心，也有的时候是这今天不想跑，或者觉得今天状态不好。今天状态还可以，就至少心态还可以。虽然这段时间比较累，但是今天出来这几步一热身，你就会能感觉到今天有没有。3公里了，那我们要准备啊。走1200米，最快是3分25嘛，不记得了。最慢是3分45，可能是。像大家跑这种课，你的第一组一上来跑不起来是很正常的。我以前也是，这时候比方我现在一看表，3分38。但是体感呢，觉得要比3分38快。别担心，会越往后越能跑开的。第1公里3分39，还有200米。结束。这1200米的整体平均配速是3分39。你看这种。没有精力准备，没有队友，第一组不兴奋的情况下，我1000米跑到3分39，1000米过的时候，其实和那天就是周2那天我们跑3分33区别不大。但是你看前2天我们那个321那2公里和那1公里都3分10几3分0几。所以有时候说，你说体感达到了一定的同样的感觉的时候，就能达到同样的训练效果吗？我以前是这么认为的，但是现在不是这么认为的。我觉得这2年我无论从跑动的经济性上，还是能力上，尤其是速度能力上的进步，是要比我从2020年初开始就是很规律的、很严肃的训练，到2023年中，同样差不多也是2年。这2年要比那2年要强得多，但是当然有可能那2年是打基础。哇，90秒到了，下一组是400米，400米加速。319，
这组只有60秒的休息，咱们待会儿再接着聊刚才想说的话。看我自己跑这中间我就慢跑了，但是我肯定不停下。但是这种课表，你看这距离，明显是为了操场设计的。你要在操场自己跑，都是整数圈，你就可以停下来。停下来没有坏处，停下来可能第二组、下一组跑得更好，不用学我这种。因为我今天不是一个绝对强度。东大さん、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本田先生的左吕坚湖100公里倒数1个月了，走，这是一个800米，跑进340，还有40多秒开始第一个1600。刚才那组800跑了3分25平均配速，现在有点累了，加油加油！这组1600完了以后再来这么一遍就结束。第一个1600完成，平均配速330，这中间休息2分钟，抓紧吃个胶，这普通的没有咖啡因的100千卡，顶下一组，加油！上一个800平均配速324，跑完的心率可能将近180，还有最后一个1600，最后一个1600结束了，还有55秒。中途这样慢跑是会轻微影响下一组的最好状态的。哦，好累呀！这课表挺顶的。见到大元先生，跟他说一下，不知道屏幕前有没有昨天和大元先生一起跑步的小伙伴。湖州的一个跑队，我看有挺多人，得有20-30人那昨天出席的。最快一组就是我现在设定的这个配速的上限，就是最快那条线，太厉害了。反正我觉得我在最好状态下，我也不可能每一组跑到这个上限，不太可能。心率154，还有5秒，1600跑到转8还得回来100米，走。323，第1公里。
啊啊啊！1.6公里啊，平均配速323，可以。到现在为止，今天的训练快13公里，然后就，因为我从这儿跑回家是4公里，然后我再来一个来回，再跑回家是20公里，再稍微绕1公里，凑够今天的量。那时候在北京就是这样，那时候在北京连现在都不走，就是很慢。一会儿跟大家分享。明天早上起来是平田先生的早训练，5点45在这儿集合，所以今天还是要保留一点，所以练了这个。行，那我们就接着刚才没说完那话题说，就是今天这个训练的体感和周3那种大强度、大极限强度的体感差不多，但是为什么我认为效果完全不一样？就是得分清训练的目的。像这种训练，今天这个的目的本身，这种训练应该是为了，就像我们周3那种训练一样，是冲击绝对速度。冲击绝对速度的目的看起来是提升速度能力，但是其实我觉得本质上是提升高速下的动作经济性和稳定性。所以说到高速，就是你这个速度课你必须得冲到你很极限那速度，就是你跑起来可能有点不稳的那个速度，这样的话呢效果才明显。这是我不成熟的观点。所以周3我们一起跑，我总能冲到这个速度。而以前在北京我自己跑，以前在北京跑强度课就是像今天这样，我基本上是能跑得比较快，也特别累，也觉得消耗特别大，也感觉很极限，但是其实并没有。这就是自己顶这种强度课的局限性。但是每个人不一样，有的人可能我说能顶住，能顶上去。其实我觉得我已经算是能顶的了。所以如果您只有一个人训练的条件，那就想办法再顶一个。比方说你就不用像我刚才这样中间轻松跑，你就停下来休息，没问题的。因为我是还有周3的课，所以这种我就不当成那种绝对强度的练。然后就是回顾这5年的训练，从2020年初我开始加跑量，严肃的开始一个大强度的训练，开始一直到2023年的6月之前，我都自己维持一样的训练逻辑，自己跑像今天这种强度课。之后从2023年的6月开始，每周3跟跑团的小伙伴练强度，差不多就一半一半吧。前一半这2.5年进步是缓慢的，后2.5年进步比较快。我认为有2方面原因，一方面原因是前2.5年其实是一个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，马拉松跑步训练进步这个事儿更像上台阶而不像爬坡。后2.5年可能就已经进入了一个稳定的阶段，就开始感受到了上升，并且也慢慢跑出了更多的信心。还有一部分很重要，就是这个顶上去的强度课，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重要。就是你没这样干过，你就不知道人能这样干。我没跑到过3分0几，甚至那天400米跑到2分40几的配速，这放在2年前，你让我全力以赴冲刺100米，我也跑不到那个配速。那并不是说这2年我比那2年多练了多少，我跑量差不多，整体的负荷应该也差不多，但是就是开阔了眼界。对，更多可能就是开阔了眼界，就像李毅教练说的，走出去看一看。所以当然那时候在北京我也不是说逃避这个，是因为没有条件，我那时间我那地点确实没有条件。在这儿正好这个时间地点很合适，小伙伴们也特别的好，特别给力。就是这样，有的时候我们业余爱好者去练马拉松，你
你做不到什么都有，你也不一定能做到什么都特别好。你就是在自己有限的条件下，如果我没有这个机会，我仍旧还是那样跑，我相信我也能有跑进240，可能我就没有现在的这个速度能力，也就是这样。所以频道的会员小伙伴们，看看今天的会员节目。我最早有跑步视频是2015年的3月，在北京，在朝阳公园，特别有意思。行吧，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这种强度课的感受。所以总结下来就是，这个课挺厉害的，这个挺顶的。然后第二呢，就是你自己跑，如果只有自己跑强度课的条件，就尽量多往上顶，尽量多往上顶，让自己找到那种极限的感觉，当然要注意安全。想往上顶，比方我跑我今天这课表，那中间就别慢跑，就停下来休息就好。然后就是有时候相同的体感不一定是相同的效果，分清训练目的。像今天这种训练，如果我这样安排，我中间是轻松跑，我没有顶到极限的话，其实给我训练提升的部分可能更多的是我的 LT2 乳酸阈值的能力，而不是最大摄氧量和无氧能力。差不多就这样，加油加油，又是成功的一天。5月30号清晨7点，训练结束，凑了一个半马回来，平均配速4分42。我们可以看看单圈数据啊，第一个1.2公里339，然后400米319，800米325，1.6公里330。第二回又重复一遍，第二个1.2公里326，400米326，800米324，1.6公里323，差不多就这样，就越来越顶。一是你的身体状态会越来越顶，二是我也建议这种课最后越来越顶。如果最后一个1.6公里完全跑不动了，那说明这个课表可能不适合你。我买了个水，到夏天了。行，那就不跟大家多说了。今天跟大家分享了一下不同强度的训练，同样体感会有什么区别，还有这几年我的变化。如果您是频道的会员，关注今天的会员节目，有好多有意思的早期的视频。行，那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，健康平安。咱们下回再见。